彩莲，德心，德心，你别走！显儿的性格与你相合，又同朝为官，平日里可以多来往了。哎呦，少成啊，看来不久你要有一位岳丈了啊！你是？
你活得不错呀。你有何事啊？我心中有郁结，可惜谁也解不了。不如你先说出来听听。10几年前，拜你所赐的郁结，你能解吗？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天，我遇到了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女孩。可就是那个小女孩，竟然把我带进了地狱。你知道我被锁在废宅的绝望吗？你知道那些恶人是怎么一遍一遍的折磨我吗？还有那场大火，空气里都是人肉被烤焦的味道。若不是我被关在最后一间房，侥幸找到了逃出去的机会，我也会被活活的烧死。我忍着伤口的剧痛，硬生生的挺了过来。我现在这个样子，连我自己都觉得恶心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看到了御史案布告，我才发现，原来你就是当初的那个女孩。你还成了声名远扬的新一。你活得这么好，可我却被毁了一生，活成了半人半鬼，凭什么？你活在这世上一天，我就痛苦一天。你为什么还活着？你为什么不去死？平安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昨夜没睡好罢了。好凉。这样，我去煲点补气血的汤药给你，你可得给我都喝了啊。好，我一定都喝掉。怎么样？想好日后做什么了吗？我还是喜欢唱曲儿，今后打算自己谱曲填词，过自在日子。好。少成是个办事踏实的人，姚公日后可要多多照顾。晚辈敬姚公一杯。既然你被康平王如此器重，又有武舍人垂青，我想你自然有过人之处。说不定何时我等要向你好好讨教了。不敢当。哎呀，少成一表人才，未来可期。那我等就提前恭贺康平王了。诸公，请慢走。好，少成，请回吧，回吧。显儿，明日是你母亲寿辰，你带上冰糖糕，让少成陪着你去看看她吧。女儿近日实在公务繁忙，脱不开身。康平王可知道，其实显儿也爱吃这冰糖糕。她小的时候不爱吃甜食，可现在变了，也许是因为她心里惦记她娘吧。原来如此，这世上还有你不愿意面对的事情。没想到袁少卿还是个细致体贴之人，想必明日母亲也会满意的。还是你们俩头脾气。我念叨百句，不如他一句。
真没想到，堂堂康平王妃，竟然住在这样的山间小观里。怎么，很奇怪吗？堂堂大理寺少卿出身盲沟，才叫稀奇吧？哼，那你为何愿意与我这出身盲沟之人结为夫妻啊？婚事于我而言，可以是一桩交易，你情我愿便可。袁少卿，能明白吗？母亲，素玄真人。晚辈少成，见过素玄真人。他是我未来的郎君，我的事，真人从不过问。但我想在成亲之前，还是应该带他来见见你。你许久没来了，山下近来可有何趣事？有，上阳宫旁有一棵枯树，已有100年树龄。工部商议将它移除，却未料在这深秋时节，它竟重发新芽。都说这是祥瑞之兆。你可知树与人有何相似？树能重生新芽，只因埋在地里的根须未亡，人心亦应如此。若是违背心意，反其道而行，就会像那树，没有了根，很快凋零。朝来暮往，名利转瞬成空。不论婚事还是其他事，你的选择都要从心而为。显而明白，时候还早，我们陪你用了饭再走吧。不必了，粗茶淡饭怕你们吃不惯，下山去吧。平安，平安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有事跟你说。这不是医馆的租契吗？拿它出来做什么？你今后有了打算，我也想换个活法。这医馆我不开了，租契就交给你了。那你要去哪儿啊？游历山川，做回我的游医。这算什么事儿？我回来了，你反倒要走了。你有你的人生，我也有我的。回头你去给采莲和丹心扫墓的时候，替我备一份祭品。那袁少成呢？也不说一声。我们本就是萍水相逢。什么时候走？今日。怎么这么急？越慢就越舍不得，不如干脆点。我才刚写了首《晚来春》，你还没听我唱过呢。那你现在唱给我听。
风吹阳关一半时，山前山后映生路，勿忘前犯过情人。回头你去给彩莲和黛心扫墓的时候，替我备一份祭品。怎么这么急？越慢就越舍不得，不如干脆点。他就没拿走凝神香。那个人有些眼熟，好像在万国乡见过。只要你们乖乖听话，把这万国乡当成自己的家，有的是你们的好处。快跟上！小心点儿，这花娘又招了批新伢子，个个身怀绝技。招了批身怀绝技的，这是为何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吗？在万国乡，我待的比你久些。花娘手底下有一种暗胚，平日里从不让他们轻易露面。暗胚是什么？就是专门为了满足达官贵人的嗜好，有的善飞刀、喷火杂耍，甚至易容，这些才学都要花多年功夫。他说他与我萍水相逢，这些不重要。他此前好端端的，为何在突然给个女子看诊后，决定离开圣都？那女子我见过，是万国乡新来的暗胚。我觉得平安的离开应该与她有关系。你可知道她的名字？不知道，但是她左脸有颗痣。文宇，即刻去万国乡调查一位左脸有痣的女子，切记，一定查明她的来历。是。袁少卿，你平日里与平安走得近，可觉得她有些什么心急？心急？我忽略了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平安的痛苦是因玉石案而起，犯案的执念才支撑他走到现在。可现在玉石案已结，他该何去何从？你是在怀疑什么吗？我怀疑他有轻生的念头。为什么还活着？你为什么不去死？你以为我们不过是做你赎罪的利刃？你是个罪人！那个女人她骗了你，她是万国乡的暗胚，根本就不是玉石案的受害者。受愚钝，我怎么就忘了，你才是心机最重的那个人。平安，你告诉我，
一开始你为什么要做新义？想要治病救人，想要更多的人快乐地活着。是，这些你都已经做到了。是你用一心之术，将郭仪、蔡月、离克，还有长青，一个个从绝望的泥潭中拯救出来。你惩恶除奸，拉贪官下马，揭露伪善的盐商，让圣都严加骤降。你执着着公义与真相，让于前的清明长存于人心，又给了圣上开石棺先河的良机。这不正是你的初衷吗？到现在为止，你认为你活着的意义仅仅是一个御史案吗？你是魔障了吗？此前骗了所有人，一个人只身赴死。这次你倒好，更进一步，今天要来到这种地方，你就那么想给自己寻个痛快是吗？如果真死了，让在乎你的人，你笑什么？现在不会了。暮霭绵绵着望眼，风露渐变，心思扁舟轻帆，一丝还未半。平安，天上一望月色弯，把肉御史案烧干。你做得很好。平安，执念，宁愿在苦海等待，替我照顾好阿姨。平安，也不要空空如也，从此无牵绊。离散空有解他，微凉轩已惘然。心深月暗是零落不堪，夜阑忽明忽暗，与你所相伴。时间的路各自安然，时间的路各自安然。郭二娘的那封信上说的对，能依你的人，只有你自己。你刚刚提到了很多人，却遗漏了最重要的一个。谁啊？你。那就别再离开最在意你的人了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你再仔细帮我回忆一下，平安临行前，他到底跟你说了些什么？他跟我说想要换个活法，把租契给了我，还说我们各自有各自的生活，以后要我给丹心还有彩莲扫墓。他说他曾周游各地，想要做回游医，回到过去。回到过去？他会去哪儿？或许是吴乡，他跟彩莲还有丹心是在吴乡相识的，而他在意的阮倩，也是在吴乡跳崖的。万国乡那女子背后的人是谁？想知道，回圣都自己查。
不去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是人是鬼？人比鬼更可怕，不是吗？叶平安，你叫姚真是吧？万国香的暗胚，你们想让我自己杀了自己，利用我的心急，我的软肋，好手段啊！可惜了。别杀我！我求求你不要杀我！我求求你，我求你别杀我！怎么样？鬼门关走一遭的感觉如何？说说吧，为何用易容之术骗我？我们作为暗胚，都是身不由己。他拿我小妹的命要挟我。他是谁？是花娘，万国香的花娘。现在要把我怎么样？送去官府吗？冤有头债有主，若我这女鬼高兴的话，你小妹也能回来。老来俏，真是宝。谁人不知其中妙？好在救出了姚真的小妹，送他们离开了圣都。再晚一步，姚真都难逃毒手。现如今线索又断了，不算断，有人处心积虑的想杀我，说明他怕我。有我在世上一日，他心里就始终不得安生。你要做什么？再查御史案。饿不饿？我给你买了油炸糕。你去柜子里拿。你这是做什么？我这是做什么？我要牢牢记住你这张脸，我差一点就见不到你了。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以后你天天都能看到我，好不好？你这眼底的乌青，一夜都没睡吧？快去睡吧。我不睡，我怕我若睡了，一觉醒来你又不见了。不会了，霓裳，我背负了愧疚10几年。这些年以来，我解开了很多人的心结，却医不好自己的。可是很奇怪，当我从悬崖边回来的那一瞬间，压在我心口许多年的巨石
好像一下子就放下了。还有就是，一想到有人竟然利用我的心结来杀我，我就很生气。我绝对不会让自己再受制于心疾。你又把明渊信拿出来了，愚公所写，我们都知道怎么回事，这再看也看不出什么呀。你看这句“三思吉日，以奏上而定案”。这回我也经历了三思推事，需核实的有物证和口供。当时的证物除了他们栽赃的赃银，最关键的就是海夷平伪造的灭口函。可是按照明渊信上来看，于前并没有认罪。三思大案都是由先帝裁决，于前不认，这才上奏。先帝定论后，才将于前押送诏狱。这都依了章程，也没什么问题啊。吉日，吉日，就算这回海夷平迅速认罪，这三思推事也用了3日之久。可于前不认罪，为何三思吉日就上奏，急于定案？这不合乎常理啊！如果大胆点想，三思内也有人被收买了呢？平安，会不会是我们太多疑了？或许三思真的是被蒙骗，认为灭口函罪证确凿，便直接上奏定案呢？你说的也在理，不过，哪怕有一丝可疑之处，我们也不能放过。这样，明日我们再去打探一下，当年三司主审官员分别是谁。于前和遇难的女子已经得到了证明。你为什么还要过问当年的三司主审是谁呀？御史案虽已翻案，但当中还有疑点。当年三司为何只审了于前1日便上奏而定案？叶新一，你为于前谋求公道，我从心底里佩服你。若是当年三司当中有人有问题的话，那圣上为何不追究？你想过吗？孙公，我想问你，若是于前发现自己的好友参与了此案，他查不查？他自当是得查。若此案牵涉高官，他查不查？查。哪怕牵涉内廷，他也敢查吗？叶平安，你别胡言乱语。哎呀，孙公，你只要回答我，若是于前，他敢不敢查？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当年御史案的三司主审，有2位已经接连离世了，现在只有御史大夫卢维还在世。我听说，此人为人清正，对于前有过照拂，后来致仕离京，我并不知去处。这么说来，哪怕那封灭口函瞒过了众人，可与于前相熟的卢维，也应该对此事存疑。孙公，若你在他的位子上，你会如何做？物证即使是确凿，我也能以于前未认罪的名义，拖一拖再查。仅凭臆测，你就断言这三司主审官中有人有问题，所以才要找到当年的御史大夫卢维。他当时的态度的确让人生疑。平安，
官场复杂，于谦当年为人耿直，说不定得罪了人，他都不会知道。或者卢威觉得于谦一直觊觎着自己的位子，又或者这中间牵扯着派系之间的利益斗争，所以他才没有保于谦。你说的都有道理，但只有找到他，才能知道答案。玉石案已经翻案了，女子的清白，于谦的证明，你想要的一切已经实现了，为什么还要再继续查下去？不如你找个清静的地方先避一避，待我将手头。你想让我走？你刚刚脱险，为什么又要将自己搅进这浑水之中？你觉得你有几条命够自己折腾的？行，我知道了。今日就当我没有来过。禹安县，卢威致使归乡后，他回了禹安县。谢谢。围着小马转圈圈，好，真好。围着这转啊！哎呦，这儿，这，哎，老爷子，你可真有福气，年纪这么大了，身子骨还这么硬朗。就是啊，你们卢家儿孙满堂，真让人羡慕啊！阿王仁善，为官时清正严明，又多为百姓上言，自是有福之人。是啊，多少年前的事儿了，还提那些做什么呀？卢老爷子就是谦虚啊。好，阿翁，饭快好了，来吃饭吧。哦，好，走，吃饭吧。我来吧。走来。哦，走，吃饭去了，果果。把这看好了，我出去办点事儿。放心吧。放你吧，寻找。是。快！别怕，剑上去了毒。我能替你报仇。告诉我，要杀你的人是谁？是宫少。等等，来，这些带上。哎，路上慢点儿。阿翁放心，我们走了。哎，来，跟太翁说再见。哎，哦，好乖，好乖。走吧，走。哎呀，把我曾村抱稳喽。哟，孩子，你这是出什么事儿了？老伯，我本是要回乡探亲，可路上遇到了劫匪，被抢了盘缠。我能不能在你这儿借宿一晚？能。哎呀，可怜的孩子，来，快，你坐这儿歇着，我给你弄吃的去。
生会碾落成泥，如烟旧梦不可及。简约的呼吸堆叠成疏离，思念成片绵为体恤，纷愁乱絮不成句。回眸间已无前尘可疑，遗憾恍惚中理不清，数不明言不尽，埋入岁月里不敢轻易提起。一杯冷月灼灰，一纸斑驳清泪，憧憬仓促间落笔成诗与愿违。孤雁啼爱生辉，夙夜辗转不成美，只能这一丝回忆的残念告慰于岁。一杯冷月灼灰，一纸